当地时间17号，斯洛伐克国防部发言人马丁娜·卡卡什基科娃表示，已将所有13架米格29战斗机移交乌克兰。今年3月，斯方向乌方移交了首批4架米格29战斗机，其余9架随后也逐步通过陆路运抵乌克兰。斯洛伐克国防部长纳吉称其为一项重要且要求严苛的后勤行动。但几乎同一时间，斯洛伐克也宣布暂停从乌克兰进口谷物和部分农产品。斯洛伐克成为继波兰和匈牙利2国之后叫停进口乌克兰农产品的又一国家。据当地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报道，保加利亚农业部长也已表示，保加利亚也正在考虑禁止乌克兰谷物进口。俄乌冲突爆发后，大量乌克兰粮食因物流障碍最终销往邻近的中东欧国家，导致这些国家市场供大于求，冲击当地农产品价格，引发波兰等国农民抗议。但西班牙、荷兰等国正在享受低价乌克兰饲料带来的好处。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费雷尔17号表示，欧盟正在与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3个宣布暂停进口乌克兰农产品的国家沟通。不过，就在同日，匈牙利政府再次呼吁欧盟就相关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否则将延长进口禁令。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幕后反映的是欧盟内部的这种西欧国家和中东欧国家之间的这个差距，如果继续发酵的话，会更加的引发这种欧洲内部的对于乌克兰问题的这个分歧啊，可能中东欧国家认为欧盟给予乌克兰的这种援助也好，或者说是这个经济补助也好，越来越多，损害了自己的利益。但是西欧国家或者是这种发达国家，为了它的这个自身的利益，还是会坚持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美国和韩国17号在半岛开启持续12天的大规模联合空中演习，出动上百架次战机。当天，美韩还联合日本举行反导联合演习。美日韩的举动无疑为本就高热不退的半岛局势再度火上浇油。据韩联社报道，韩美联合派出110多架战机和1400多名官兵参加在韩国光州基地举行的2023年联合编队军综合演习，旨在提高韩美联合作战及战时任务执行能力。韩军出动 F-35A、KF-16战斗机和 FA-50轻攻击机、KC-330多功能空中加油运输机等60架军机，美军则出动 F-16战斗机、A-10攻击机、KC-135空中加油机和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战斗机、FA-18战斗攻击机等40多架战斗机。演习重点在于提升第4和第5代联合空中战斗力的互操作性和综合任务运用能力。美韩空军计划实施攻击编队、防御性防空、紧急航空拦截等各种联合空中演习。韩联社称，此次是韩美空军上半年集结于同一基地展开的域内最大规模联合编队军综合演习，代号为韩国飞行训练。这一演习始于2019年，取代以往的大规模空中演习超级雷霆。同一天，韩美日反导联合演习在韩日之间的国际水域举行。韩国宙斯盾驱逐舰素古里尔号、美军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爱宕级驱逐舰爱宕号参演，联演模拟朝鲜弹道导弹来袭的情况，在上午9点起的2个半小时里，熟悉了探测、追踪、共享信息等相关应对流程。这是尹锡悦政府上台以来第3次举行美日韩海上反导演习，此前2次分别是去年10月和今年2月。韩联社称，3国频繁举行反导联演，说明3国军事合作水平随着朝鲜弹道导弹威慑的提高而提高。说美韩和美日韩不断的加强在亚太地区、朝鲜半岛周边的海域的这样的一些联合演习，那这样的话呢，就会不断的这个刺激朝鲜呢，就是说为了应对美日韩这样的一个不断强化的联盟力量，那可能呢，朝鲜从自己的安全的视角来看，可能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这样一种自我防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军事力量吧。这样的话不利于朝韩关系的发展，也不利于朝鲜半岛局势的稳定。甚至呢，对东北亚地区带来一些潜在的这样的一些威胁。本月14号，美日韩3国在华盛顿举行的3边会谈中，同意定期举行反导反潜演习，并重启海上拦截演习和反海盗作战演习，作为加强外交和军事合作的努力的一部分。3方计划将尽可能利用包括韩美日3边军情共享协定在内的既有情报体系，实时共享导弹预警信息，
机。三方还全力支持基于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加强国防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的承诺。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全和奎在1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定期举行反导反潜演习的日期有待进一步讨论。当天的演习与其说是例行安排，不如说是针对朝鲜具体挑衅的演习。演习方式从不定期转为定期后，有助于以可预期的方式组织演训。值得注意的是，韩日两国17号还时隔5年在首尔重启两国外交国防部门的司局级2+2对话机制。在约2个半小时的会上，双方就朝核问题等东北亚安全形势、双边外交及国防政策合作现状、韩日及韩美日合作现状等广泛交换意见。两国外交国安部门也在共同评估地区局势的同时，彼此加深理解对方国防安全政策，同意面向未来发展韩日安全合作。韩联社称，据了解，韩日两国还将恢复2014年以后停摆的副外长战略对话机制。近些日子呢，就是说韩日之间这个关系表面上是有了一些改善，这个背后呢，其实跟美国的这个支持和斡旋有很大的关系。其实美国呢，它为了改变它过去的这样一个联盟的思路，过去呢都是美韩美日的双边联盟，那它现在呢基本上是想推动向这个美日韩等这样的一个3边或者多边的联盟方向发展。将来还会继续推动这种美日韩的3边在亚太地区这样一个联合的演习和情报共享。今年以来，美日韩在半岛的军演动作频频。3月，美韩自由之盾联合军事演习创下美韩军演史上最长演习记录，期间还启动了大规模联合登陆演习。而4月3号开始的美日韩海上演习重启了自2016年起中断的搜救训练，美国更是派出核动力航空母舰参演。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石红。石先生您好。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炒作台海话题，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您对此有何评论？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炒作台海话题，势必导致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因为台独分裂势力看到域外势力对其纵容和支持，必然继续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而且还会变本加厉。台海现状之所以遭到破坏，根本原因就在于台独分裂势力与域外势力进行勾连。这次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炒作台海话题虽然是由东道主日本挑起的，但日本此举却是在表达美国的意思。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遏制力度，台湾牌于是就成了美国恶化的一张王牌。而不管是七国集团、美日同盟、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奥库斯联盟、北约等等组织，全都是以美国为老大。既然美国现在以台制华，在各种场合炒作台海话题，其他的跟班都只能配合美国的调门。而在七国集团中，日本、英国、加拿大都是美国的铁杆跟班，为美国马首是瞻。尤其是日本对中国崛起的羡慕嫉妒恨，比美国有过之。因此日本在此次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把美国的意图表达出来，是向美国献媚。美国对日本的表现很满意，再加上英国、加拿大的极力附和，法国、德国、意大利只能屈从，于是就有了七国集团一致炒作。有分析认为，这次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想秀团结，但却暴露出更明显的裂痕。您对此怎么看呢？有一句俗话，越缺什么就越是强调什么。七国集团现在就是这样，明明不团结，却非要秀团结，真把其他国家和地区当傻子啊！就在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召开之前，网上爆出的美国国防部机密文件显示美国对盟友进行监听。实际上，更早的棱镜门就让美国监听盟友的丑闻大白于天下。现在泄露的机密文件则表明，美国在棱镜门之后根本就没有收手，这让美国盟友心中的怨气更重了。甚至五眼联盟的其他4个也对美国表示不满。而像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公开表示，欧洲应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避免卷入美国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对抗。到目前为止，马克龙依然称法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不做美国的附庸。俄乌冲突中，美国扮演的角色让法德意等老欧洲国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
美国只是为了一己之私利啊，根本不顾欧洲的利益。如果继续跟着美国跑，欧洲就没有未来。即便是日本这样的美国铁杆跟班，内心里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啊，那就是通过配合美国，让美国对自己呢完全松绑，以实现日本正常国家的梦想嘛。此外，日本还是世界上抛售美债最厉害的国家，在2022年累计抛售的美债呢达2400亿美元。虽然今年日本又增持部分美债，但抛售的美债总量呢仍在2000亿啊。因此呢，七国集团虽然竭力给外界塑造一种呢团结的印象，但他们之间呢完全是同床异梦，裂痕呢不仅明显，而且未来还会不断扩大。美日韩在朝鲜半岛以东海域实施反导联合演习，这也是三国从去年以来搞的第3次同类演习。那这是否意味着美日韩同盟正逐渐变成现实呢？韩国在尹锡悦上台之后，的确在迅速强化和美日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让韩日之间的关系呢得到了明显发展。但是据此认为美日韩同盟正在形成还为时过早。首先，基于之前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韩国国内大多数人仍然对日本持警惕和反感的态度啊。尹锡悦尽管表现出露骨的亲日行为，但也不敢完全不顾韩国国内的民意啊。其次呢，日韩之间在独岛、日本所称的主岛所存在的领土纠纷依然存在啊。日本刚刚公布的2023年版外交蓝皮书在涉及韩国的部分，仍然坚称，不论是从历史事实还是国际法上，都属于日本固有领土啊，导致了韩方强烈抗议啊。韩外交部呢，甚至为此事呢还召见了日本大使，这就表明领土纠纷问题呢是尹锡悦绕不过去的坎儿。第三呢，尹锡悦只能当一届韩国总统，其亲美亲日行为以及相关政策能否在下一届韩国政府中继续执行，美日都没十足信心啊。第四呢，泄露到网上的美国国防部机密文件显示，美国在对韩国政府进行监听，引发了韩国社会的极大不满。因此呢，韩国完全倒向美日，让美国实现一直想要的美日韩同盟的可能性呢并不大。试想一下，如果美日韩军事同盟形成，一旦出现突发情况，日本自卫队要根据同盟约定部署到韩国领土的话，韩国民众能答应吗？好的，谢谢石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